被心潜寄生，机体的复健能力远超常人，怎么会昏迷不醒呢？ 有没有事？需要帮忙吗？别烫伤吧。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怕我办事不牢靠啊？有一个人从旁协助，总是安心一点。心检在马超身上吗？ 很奇怪，不在他身上，心间也没有离体的痕迹。可明明之前他很害怕13000的血，我有点糊涂。总会搞清楚的。心态这么好，不然呢？每次不都这样吗？从迷雾重重到抽丝剥茧，查清楚真相，总会清楚的。 来，安安，咱们多吃一点。你看你这么瘦，咱们只有多吃一点才能长高高啊！来，张嘴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。妈妈，我饿了。你是饿死鬼吗？你不是中午刚吃过饭吗？可是我还饿。看那边，给我站那儿去，去那边站，去！真他妈一天都是讨债鬼，真是。有的孩子就是心肝宝贝。 有的人就是讨债鬼，为什么？可能是爱有多寡吧。麻烦和爱只有一线之差。足够爱你的人，你再怎么麻烦，你都是他们的宝贝；不够爱你的人，你再怎么乖巧听话，都只是麻烦。 给我出去！滚！滚的！来吃你最爱的薯条。是啊。来。 你找到你妈妈了吗？别人跟我说她死了，听说是跳桥死的。经过最近的事情，我都害怕听说这2个字了。是啊。莫代，需要帮忙吗？多一个人的话，总比你一个人好。别忘了。 我们还有个大外挂，门风虎。我不记得他的名字。他爱穿红色高跟鞋，住在老城区的一片圆楼里，但是那个楼早就荒废了。后来得了病，绝症，嫌医生治不好他，拿刀把医生捅了。这就好办了。 难天不大，从医院入手应该不难。不过木代，你有没有想过找他是为什么？找他还需要理由吗？我指的是，你是想找回失落的亲情，跟他相认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回到原来的地方。 看看自己的来处，顺便问问他为什么嫌我吃的多，嫌我弄脏衣服，嫌我把澡盆里的水弄到地上。后来我很努力的每次吃的很少，比别的小朋友都爱干净，洗完澡还会擦干地上的水。可
可是太是妙。爱有多寡，道理都懂。可是这4个字，还是挺伤人的。上天给了每个孩子一个母亲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带上同样的爱呢？想不明白。我不会把你的爪子剁掉的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啦。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很开心。那你回家想看动画片吗？想。东仔，会好的。马超身上没有信件，好像也说得通。因为马超要是寄生者，那他跟之前的人比起来，也太弱了。你看你多明白啊！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绝撂不倒新剑附身的人。我这叫精壮。哎，会不会是新剪毛呢？新剪毛？哎呀，《西游记》听说过吧？孙悟空，他拔一根毫毛就能变出好多个自己，但是武力值远不能跟正主相比。所以马超身上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新剪毛？但经过你的血之后，经受不住，所以原形毕露了。红纱说的挺有意思。哎，那这毛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？这是关键。木代的事情，像是有预谋、有计划的，而13000的事情，事发突然，不可能提前安排。那就是临时现场安排。那咱们回去调监控，或许还能发现些线索。如果红纱的推论是正确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血，也去试试昨天指证13000和木代那几个人？来，啊，这，哎，之前我知道的不都跟你说完了吗？我只是想问你点新的问题，放心，钱不会少你的。好。哎呦！谁干的？你见过他们吗？这3个女孩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你再仔细想想呢。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啦。上次你说你见过。上次。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上桥的吗？那有几个女生呢？女生的脸你还记不记得呀？这3个女孩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你再仔细想想呢。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啦。事情跟我们预料的一样，他们接触过我们的血之后，这些人都推翻了之前的证词。感谢你主动投案，配合了我们的调查，并且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。最近的情况我们也都了解了，你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感谢你的配合，如果后面还有什么问题，还会再联系你的。太棒了！马超已经被警察监管起来，就等他醒了。不过要我说呀，反正我妹妹小师傅已经沉冤得雪，给您道喜啊。马超醒不醒，压根儿无所谓。现在就等13000了，希望是好消息吧。
什么好消息啊？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人家交管所有规定，说什么都不让看。但是，我是谁呀？我立刻就改变战略。我沿着街角店铺的摄像头，一家的找，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拿来。暂停！你们看到没？大家都在看热闹，就这个女的，不屑一顾的。这叫不屑一顾吗？他要是真不屑一顾，他就压根儿都不会凑上去。他这明显是凑上去之后又走开的。还有其他视角吗？这儿呢，这不他吗？穿一身红，怪瘆得慌的。是啊，她这搭配真是一言难尽。确实有点奇怪。你说这新剪毛是不是这一身红头放的？她应该是我妈妈。啊？吴歹，你和你妈妈20多年没见了，而且监控视频里根本看不清脸。你确定吗？只是一种感觉。我的记忆里，她很爱穿红色高跟鞋，每一双都是红色的。还有，我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是我一看见她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吗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收手了？可是我还没玩够呢。游戏不能总是你一个人玩，还有别人要等着上场。别人？那些和我一样的人？那我会见到他们吗？会的，因为你并不孤独。总有一天，我们永远不会分离。丁国华，长青医科大学博士，现皮肤科的学术带头人，辞去工作转行开书店。开书店？这么有前途的医生去开书店？不止呢，你再往下看看，他被你妈妈砍伤，不久之后就辞职了，但他没有追究你妈妈的责任。还有，你妈妈姓向，又想死了。想死了。他会知道我妈妈的下落吗？他跟你妈妈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。
放心。全场8折，任意挑选。请问丁国华医生在吗？谁呀？你找我干嘛？您就是丁国华医生吧？你找我干嘛？我们有一些医疗上的事情想向您请教。看病啊！哎，这边。坐吧，坐吧。哪位要看病啊？我替我妈妈看病。谁？我替我妈妈看病。哦，病多久了？很久了。那让他亲自到这儿来啊？您之前给他看过的，说是鳞状细胞癌，绝症，治不好。这叫什么名啊？他叫向思兰，之前给他看过对吧？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向思兰，鳞状细胞癌，从诊断到开药，没问题啊，我都治好了的，我已经给人治好了。你为什么说没治好？你误会我，你不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冷静一点。我不能说，我说我没错，我不能说。爸，我是他女儿，爸，是我。其实，他一直都是个病人，只是我工作很忙，只能把他带在身边，方便照顾他。他现在很少发病，就是偶尔会糊涂，糊涂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看病，大家都是哄着他。所以他什么时候才发病的？大概20年前吧。那个时候，他突然开始会误诊所有的病人，而且他说，他只要看到病历，就会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想要去说谎的冲动。而且那个时候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，所以他也误诊了很多人，也包括你的妈妈向思兰。我就说了，你这情况啊，会越来越恶化的。我是尽了力。你的意思是治不好了？你的这个病啊，就目前医学界来看，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。没事，没事，
我和13000他们追出道河地的时候，在附近发现了这个房子，应该就是他住的地方。罗任他们在外面等着，说咱们有什么随时叫他们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！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好了，进来吧。心腱刚取下来，身子少了支撑，很是虚弱，缓2天就好了。你记不记得你有一个女儿，后来你把她扔了，扔在福利院门口，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？你不记得了？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记得了？我记得也好，本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他后来在福利院过得挺惨的，病死了，挺可怜的。穆代，罗任说香思兰得恢复一阵子，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就轮流照顾她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他可真有福气，还有人轮班照顾他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就是，你打算怎么跟你妈妈相处？是你要待在这儿跟她一起生活，还是把她带回利溪？我来是想跟她做个了结。那她是你妈妈呀。所以呢？所以她就是我的责任吗？那她抛下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是她的责任啊？穆代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穆代，穆代，穆莎都急死了，说他把你给得罪了。如果当时香思兰，你问起她有没有遗弃过一个女儿，还能表现出有一点点遗憾，你是不是会好一点？我对她没有期待。我很可笑，是不是？我那么执着想要找到的人，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。找到了又有什么用呢？穆代，你先别急，可能心简刚刚离体，一时间记不清也有可能。
有件事情一直没告诉你。我来南田之后，霍总一直给我打电话，问你的情况，还有张叔，他们一直都很关心你。孟代，有些人可能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却20年如一日，努力学着当一个母亲的样子。关心你，照顾你。失去的感情固然重要，但不能一直盯着。你要相信上天是爱你的，烧给你的花会用星星来补。孟代，我知道逝去的感情很遗憾，但不能一直盯着。有些人可能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却20年如一日，努力学着当一个母亲的样子。喂，红裳。喂，红裳，你讲话。红姨，哎呦，穆代啊！是我。哎，穆代，你这在哪儿啊？啊，你最近好不好呀？你没事儿吧？你是不是受伤了呀？跟红姨打电话，你怎么才跟红姨打电话呀？你说话呀，穆代。哎，喂。红姨，你都好吧？我挺好的啊，别担心红姨，我呀哪都好呢。这酒吧的生意啊也越来越好了，红姨就是惦记你。你怎么样啊？你最近身体好不好？哎，那边的饭菜合不合口味啊？身上的钱够不够用？不够用跟红姨说啊。我也都挺好的，你别太挂念我。你好啊，这个红姨就放心了。行嘞啊。好。上次问我画的那个女孩，今天没来啊？她是你女朋友？对。上次她问我，说是不是把女儿丢在福利院？她还说我女儿早就死了。其实我女儿就是她吧？是啊，就是她。先说你吧，这些年，你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吗？当然是好东西。好东西？她对我好啊。他帮我做到了以前好多我不能做到的事情。胡乱造谣，说瞎话吗？什么叫做说瞎话？是人都会信口雌黄，什么
你往汤锅里面吐口水了，往什么锅里面滴脏血了，他们都说瞎话，你怎么不说他们害人啊？偏偏都只赖给他。问个别的，你之前对付我们，是因为欣姐对我们不起作用吗？不全是，是那个男人让我这么做的。那个男的，就是我刚刚明明记着他来着，就是他跟我说。说过什么话？他说这游戏啊，不能只你一个人玩，还有别人等着上场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游戏？还有别人？细说说。哎呦，听听得了啊！说不定就是向思兰栽在咱们手里，故意编的瞎话骗咱们呢。不对，我记得那天晚上他说过，他走了，这游戏反倒更好玩了。事情越来越奇怪，总之多加小心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吴代，向思兰已经猜到你是她的女儿，她想单独见你。听说收养你的是个很有钱的女人，还是个当老板的。你看看我这生活条件，现在身体又不行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在最后的这些日子过得好一点。你遗弃了我，还让我给你尽孝啊！那你看看你现在的男朋友，还有你那个有钱的养母，要不是我丢掉你，你能捞着这种好机会吗？啊？那我谢谢你的良苦用心。被遗弃的子女，对生身父母没有赡养义务。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哎，你得给我钱。凭什么？就凭你不是我亲生的。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就直说了吧。其实，你是我捡来的。还记得那座老桥吧？有一天回家路上，听到桥下面有个孩子在哭，我下去一看，你就躺在那里，身上就裹了一条毛巾。要不是那天晚上我把你捡回去，你早就冻死在桥底下。你会那么好心啊？赔本的买卖我当然不做。当时我一个单身的女性也不好混，我想着说，身边有个孩子，至少好博同情嘛。那时候你还小，随便喝点汤汤菜菜的，也都能养活。是吗？那我后来长大了呢？
又能干活又听话，对你来说不是更合算吗？为什么不想要啊？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吃的也多，像个无底洞，怎么填都填不饱。反正啊，我捡了你，养了你，把你送走，还送去了条件那么好的人家，让你要点补偿。你说你是不是得给我点钱？听起来不给还真说不过去啊。牡丹，你先回车里吧，这里交给我，我跟他还有事要聊。拿了钱以后就不要骚扰他了。走吧，这里应该再也不需要来了。他不是需要钱吗？谈妥了。你给他钱了？放心吧，都解决了。他很满意，我也不吃亏。他跟我说，我不是他亲生的。说我是从桥下捡来的。那你怎么想？很失望吗？你这个人，是不管听到什么消息都不会大吃一惊吗？怎么大吃一惊啊？你来跟我学学。我学不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他这么说，心里好像有点高兴，这一下子感觉很轻松。轻松才对。你要把你的爱留给值得的人，对吧？这个还给你，这是俺妈送给你的，上面寄托了她的祝福。是否保留，由你自己决定。
老任喝醉了，这怎么会？那多高度数的酒啊，非得一口闷，能不醉吗？从花城回来也不用那么高兴。罗小刀，罗小刀。 怎么了？切到了还烫到了？烫到了。曹妈妈说你喝醉了，我给你煮醒酒茶呢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云黛，好久不见。哪有好久不见啊？你才去花城几天？就是觉得好久没见了。 屁，你安顿好了吗？和医生怎么说？他说他有点失望，没见到你。我又没病，我干嘛见他？就是，本萌不但没有病，看什么看？以前我都不知道有他，但是这一次很奇怪。 我能清晰的感觉他来过，而且特别亲切，亲切的想哭，很想抱住他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咱们这淹死的人，因为找不到尸首。 会用稻草人来代替。当初我爸妈下葬的时候，棺木里躺的就是稻草人，把稻草人放到餐桌边上，倒是没有这个习俗。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像是老村长的，是严九霄的。他搬来这儿住了。 严九霄失联，他的日常用品在财主船上，随身携带的散落在这里。别白费功夫了，人家既然设置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红沙找叔叔，我看过他的个人信息，我试了他的出生年月和手机号6位，这里面应该还有手机同步的照片。找到了。看见没有？咱们业界的人都知道，绝珠的地方必有奇珠。今天直觉告诉九霄，这个地方有宝贝。这趟要是成了，九霄就再也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为钱的事情发愁？他们家不是一直很有钱吗？我也好奇。看见没？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蚌。我在这蹲了7、8天了，他第一次入水。这么大？估计他平时都不挪窝，绳索我都准备好了。九霄跟你们保证，这家伙他体内一定有珠。哎，他还下去了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摔了，也是绊倒了。哎呀，这老头我是服了他了。哎，一开始啊，他还挺正常，说到我要下水捞蚌，他就像犯了病一样。站住！啊！念出嘴里，
吓不吓人啊？老组长，老组长还在村里。反正我就希望他们赶快把我衣服拿回来，我都好几天没换衣服了。你穿我的呀，我给你拿。你那裤子太长了，我一穿就……怎么了？有东西靠近我们。什么呀？别吓我。哎，采宝铃，是我二叔。什么采宝铃？就是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我也戴了。我们严家每个人都有，真的是我二叔。你确定是采宝铃吗？确定，这个声音我很熟悉。二叔，很奇怪，你二叔怎么在那儿晃来晃去？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们呢？他停住了。莫呆。你是谁？又是信件吗？不知道，不过他刚才挺疯的。什么信件？放开我！没有信件。放开我！坏人，坏人，你们都是坏人！你们都应该去死啊！你们惊扰了水神爷，报应，会报应的，会有报应的。哎，老头儿，记得我是谁吗？不记得了。我是江昭。张昭，你是江昭？兔崽子！你这个兔崽子！你放火！放火！赶快灭火！灭火！赶快去灭火！赶快去灭火！你在绑上。老子就是你杀人凶手！杀人凶手！啊！13000！老子就上你爸吴子春，这他妈不配抢到凶手，不配！对，你有什么事儿，
就是要这样对我就好了嘛！你为什么要去烧棒啊？水深也报应，我们村儿再也没有棒可捞了，我们村儿毁了，都被你毁了。你为什么要烧棒啊？水深爷要走。我是好说歹说，我劝他呀，我给他送礼。哎呀，水深爷，看视频吧。那才说好商量。啊！这副嘴脸吓不吓人啊？怎么了？原来我叔叔是开车来的，可是咱们这一路没有看到什么车呀。上回九霄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惊了那老棒，他下水以后再也不上来了。这玩意儿他就这样，守着老家他不能窝，咱就下水抄他家。Let's go！ 这是最后一条视频，可是这个时间才几天前。没看到车有2种可能：一，他可能已经把车开走了；那他的日用品不都在这里？所以，第2种可能，车还在护岩边上。你们之所以没有看到，是因为你们当天绕开了泥泞的地方，离开了护岩。哦，那这些东西本来应该在车上，会不会是那个老人家趁没有人，把它偷偷拿走了？那我叔叔跑去哪儿了呢？木代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做的那个噩梦？我叔叔不会是下了水就没有上来吧？呸！凡事往好处想，你二叔前2天不是还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按时间推算的话，那个时候应该已经下过水了。对啊，不对呀，那他上来了，怎么手机又关机呢？都别瞎想了，明天去水边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他呢？总不能一直绑着吧？先观察一晚，如果明天没事的话，就放了吧。行。如果武术村真是因为你烧了棒泉而绝株，你会后悔吗？那是他们活该，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但是恶人只有那么几个，你报复的是全村的人。
张张，过来吃点小黄鱼。哎呀，洗手再吃。哎，咋这样呢？张张妈给你们做了点小黄鱼，请大家尝尝。谢谢您了哈。你别理那孩子，回头我揍他。哎呀，没事，小孩都那样啊。啊，今天都麻烦大家了，都下来喝口水。来来，歇会儿歇会儿。张他爸也下来。大伙儿都歇一歇，喝口水。快下来吧。这还有小黄鱼吃。但这恶人只有那么几个，你报复的是全村的人。这些数值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滩涂的各个位置，如果数值越大，就说明岩层越结实。那这里是湖心，所以是全红色；周围是沼泽，地质比较松软潮湿，就是橙红色喽。对，绿色悍马就能安全通行，蓝色到黄色之间就比较危险。如果橙红，即使一个人的重量也可能下陷。这就是你和红纱遇险那天的位置。那我叔叔能把车开得离湖也那么近，应该也有类似的软件帮他。如果你叔叔的车还在的话，应该最有可能在这片绿色区域。记得以前，这还是一大片湖。小时候，我们还经常来钓鱼钓虾呢。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就到这儿吧，再往前就是危险区了。来，下车。咱们散开找，小心脚下。如果发现危险，马上卧倒。红纱，你就在这里观察，如果发现有危险，立刻提醒我们。你们小心。走吧。小心！你们快到陈测区域了。哎，罗瑞，这儿。这会不会是红纱叔叔的车？
你说这车也不是一下就陷进去的吧？对，让你误以为可以停车，其实底下松软，一点点就陷进去了。这就是沼泽的可怕之处。是挺可怕的，里头还有只老魍呢。你别那么担心了，刚才罗润都检查过了，车里没人的，说不定你二叔应该自己走出去了。别哭了啊，凡事往好处想。嗯，好。啊！我看见那个东西了，在那呢。哎，怎么了？不会是老魍吧？老魍，咱们在这安全区里应该没问题吧？啊！我看到了，不是冲我们来的，还有别人吗？别人？曹胖胖。不带我玩，略施小计不就来了吗？什么？他不是跟大师兄面试去了吗？怎么掉沼泽里了？说就是啊，这不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吗？手机没了，所以失联。我想跟我小师傅通个话，姓罗的拦着不让，告诉说不方便，摆明了有鬼。唉，要是有个人能瞧一眼去就好了。是，赶紧，你马上去。合浦还怪远的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弱小无助的朋友们，曹爷来了！左刚才你再快点！这脚指甲盖都在使劲了，都下车了。曹胖胖，小心脚下！嚷嚷什么呢？激动了，激动了！这儿呢！啊！其实命运留着咽喉，当喊我姓名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历经战绩也一定要去拯救那未知的。不是，棒呢？棒没了，看不到了。上车！没人！开车！开车！太诡异了，那个蚌完全变异了，攻击力那么强，居然还有触手，外壳也很崎岖。这么凶险呢？看来这个老蚌不简单呢。我以为你不会动。你分析一下，心碱会不会在老蚌身上？从你的描述看出，老蚌的生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这和人被心碱附着之后的状态类似，所以老蚌身体里存在心碱的可能性很大。你们再去查查看。哎，知道了。我先处理点事情，啊。好了。哎，木子，你发现一个事情没？什么事？我坐着好像跟你站着一样高哎。师傅，罗哥。呀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哇哦，那衣服不洗了吗？
好容易找个毯子给裹上，13000还老扒我，真讨厌。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饿了。幸好这儿是硬质地，老棒过不来。哎，这得了吧？行。曹兄，你成天就知道吃，你看你像个撑子一样，还知道吃。废话，老棒折腾我一天了，我不吃了几个街坊解解气。好吃吗？真好吃。你尝尝。怎么还有壳啊？这补钙。你们俩消停一点，消停一点啊！罗振，你说那新检真的就对那老棒？那个新检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问这问题啊，太深奥。先回答还是我的问题，师傅，你们这些天都经历了什么？要不这样，你给他解释一下我们这些天都经历了啥？你给他解释一下什么叫新检。你们俩缺课的，拿着那个串儿到那边自行补课去啊。好嘞。不是，哎，你俩够吃吧？够吃。真变态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你不是要准备收了老棒吗？罗振，这是老棒，他不是骗情，这是会死人的。反正我先跟你说好，这事我不参与。我还要回酒吧呢。我还没想好呢。总之，安全第一。明天再去那条水域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红纱的叔叔，或者……哎，注意啊，那个人又来了。13000，13000。让他去吧。可是他昨天都那样了。他可以的。好吧。你的虾。妈呀，糊成这样了，这还能吃吗？谢谢。好吃。你这技术不错哎。这就不错了。但是你没吃过我在黑沙的烧烤。更好吃吗？你知道当时我们是怎么烤海鲜的吗？当时我们自创的方法叫黑沙岩石烧烤，那些海鲜就放在一个大石头上烤的。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唱歌，一起喝酒，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忧无虑。你的同事们？我有2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尤瑞斯，总是喜欢唱酸酸的情歌。还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木。瑞斯听不见，大声一点。在他的家乡，有他的未婚妻，所以他每天晚上都会面朝大海，想念他的未婚妻。那个画面其实还挺温馨的。那他们现在在哪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回国之后就不大联系了。陆代，明天就去湖演了，紧张吗？紧张。虽然咱们有车有设备，但是我一想到那个老棒，我就脑壳发凉。那咱们玩个游戏吧，让你放松一下。游戏规则是正反两面，是人的一方你问我问题，是赢的一方我问你问题，一人只能问一个，好不好？所谓你既无心，我便休。问一下，直截了当，不比你在这纠结强，我看着都累。那我开始了。你玩赖啊！好，你问我问题吧。你喜欢我吗？陆太，
我知道了，我们继续。孟丹，如果，我说如果你喜欢的人他有很大的麻烦，你还会喜欢他吗？你想说什么呢？我有很多麻烦，要命的麻烦。你的意思是，为了避免卷进这些麻烦，我得离你远远的。再或者，我先不跟你产生瓜葛，我等着，我等你把这些要命的麻烦都解决了，我再跟你在一起，是吗？你做梦呢？我是没有爱过什么人，但是我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间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的时候。那些什么，等我有钱了，等我把问题解决了，等着等着就都没了。我不会等的。要是两个人相遇没能抓住对方的手，可能就各走各的去牵别人的手了。我只会等那种彼此已经有很深的感情，心甘情愿守候的。可咱们谁对谁都没到那份儿上呢。孟丹，行了，我去给红纱送点吃的。你就当我问你的问题，我从来都没问过。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别动！你敢下河捞棒，水神爷收了你！疯了，疯了的人怎么会种菜呢？还是说你时疯时不疯？来，过来，跟我看看这个。来，仔细看看，啊，都在那儿呢。那么多人在那儿争地盘，在那儿打架呢，看不见你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再仔细看看。来，你看那儿，那儿有一个男人，看见没？他江潮大爹，他落水了，他看见你，还在等你救他呢，他在等你救他。你不救他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你良心是被狗吃了是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10几年了，老天爷在谴责我，我的良心也在谴责我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爹啊。江州他爹，我对不起你呀。这都是我造的孽，我的报应啊！跟江兆这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的报应啊！当年我的犹豫不决，害你丢了性命，我的良心没了，惹怒了水神爷，
人来连走都看不下去了呀！现在我们村儿一个帮也捞不出来了，都是我的报应啊！你也失眠啊？一会儿想我二叔，一会儿想那个什么欣姐。我问了。问什么？打直球啊。然后呢？结果就是，我又拥有万千小树苗了。他眼真瞎，眼睛真该到医院去看看，气死我！没事儿，我资源库大，什么样的我都认识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帮你安排。气死他！那我要一个比他帅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啊，那我再想想啊，我还要比他能打的，照这个标准，先给我来个10个8个，让我挑挑。哎呦我的妈，10个8个，能忙得过来吗？那必须的。行，能忙得过来我就给你找啊，10个8个啊，你说的啊。你人真怪好的。那可不。不需要从我工资里扣吧？是个好主意啊。安全起见，我们用水眼远程操作，查看水底情况，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文代，我叔叔会没事的，对吧？没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怎么一条鱼都没有啊？这水好像是死的呀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湖里边有很多鱼虾的，就算湖面缩了也不至于啊。罗仁，你把这探测器平移一下，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鱼。会不会是老蚌破坏了水底的生态平衡啊？我感觉五柱村绝株8成跟他有关。确实，这么大的老蚌，人都避之不及，更别说小鱼小虾了。看来绝株跟蚌蝇没有关系，纯属生态灾难。啊妈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是水藻。吓死我了！那是骨头吗？不像是人的骨头。我让探测器在水下移动拍摄，照片拼接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这水底下够瘆得慌的。不是，你们村是开屠宰场的吗？我们村这一带以前兴祭水神，节庆下3牲，隆重的时候全猪全羊都会下。而且这坡谷有凹处，应该是水流作用，把这些牲畜尸骨都积在这儿，形成大量尸骨带。多糟践东西！罗仁，能帮我转到正面去看一下吗？
爷爷知道了怎么办？我爸妈走得早，叔叔是他唯一的儿子了。好像被水草给缠住了。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咱小时候在河里游泳都被缠过呀，使点劲儿能扯开。我是怕别是老蚌给拖下去的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先把你叔叔的尸体捞上来吧。这边没什么问题。这机械手能行吗？最大能抓取120公斤的重量，应该没问题。小心，老鸨！13000，保住探测器。好。老蚌在底下看着，不好捞啊。老人，设置了视频回放的吧？啊，断人之前视频都有。放心吧，我带着护身符呢。是我爸。张昭他爹，我给你烧的，你都收到了吧？现在看来，想捞尸，得先对付老蚌，但对付老蚌很危险。你们可以不加入。算我一个，我一定要加入的。你们都知道，我这一趟是为了娉婷的事儿来的。如果现在掉头的话，等于空跑。所以，我想继续走下去。虽然危险，但是老话说，绝处逢生，也许迎难而上，会有新的发现和转机。我问过13000了，他父亲的尸骨在水下，或许母亲的也在。他和我们一起。那我也一起。那老蚌要了我全部家当，还差点要了我的命，亏了你救了我。再说，13000的事儿吧，怎么也得帮啊，上下部的交情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伙计，我雇主兼姐妹，我徒弟，我朋友，当然得去了。好，那就干。既然要干，就得有对敌计划，尽量从湖眼把老蚌引向湖面。老蚌被引诱出，我会发射捕网。老蚌一入网，我就去勾连车载电动绞盘。倒车！
老帮力气太大，要立即启动绞盘。13000同时开车，总之多管齐下，把老帮死死拖住。只要车速够快，老帮反应不起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路把他溜上岸。老帮被拖出，下一步就是取帮肉。新简很有可能寄生在帮肉之中，只要新简脱离老帮，也就老实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计划。不对呀，那我们要怎么把他引出来呢？我来吧，我在船上制造声响，引他出来。我轻功好，他一出来我就跑。都过去了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是不是你没看见？往这边看不见，我们来看。哎，往这边走。我正在看呢，烦不烦啊？催，就你话多。行。哎，看见了，在这儿呢，来了啊！放大点。老豹会飞。牡丹，牡丹，小心地下！牡丹，倒车！这玩意儿怪了啊！我绞盘根本绞不动呢。牡丹。
到硬质地上，看着花甲还怎么作妖。有门啊！把出水的老蚌晒在下盘。快了，胜利在望。没事吧？他在哪儿？走啊！走。动不了了，成，卡住了。哎，我们给他压底下了。压底下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往这边来，我作死他！压下车，刹车快！刹车，往这边。往我这边下。你这家伙也有今天啊，早兄，抄家伙！哎，拿着。曹兄，1、2、3。水姐，什么玩意儿？放开我呀！他怕血。血？我哪来的血？对，我有血。我他！你让他回壳！快去拿水！快，往这儿！让开！
我查过了，大湖的消失跟烧棒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地质结构的原因。还有，我打听了关于老族长的事情。他离开无竹村之后，脑子就渐渐出了毛病，一会儿跟水神爷谈判，一会儿说自己身上有报应。后来他坚持回村，病情反而好转了，就是不能提棒，一提棒就跟疯了一样。不过缓2天就好了。缓2天就好了，这叫什么报应？你们留下陪他吧。我回家看看。来，我来。对了，木代，有个事情我一直想问你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啊，没有吧？就是在你被老棒夹住的时候。木代，这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了？来，师傅。啊？三兄和红纱怪惨呐，咱们要不要去安慰一下？别去了，让他们自己消化一口。有了！星宇。第2个是小33的。我的，那我肯定没问题呀、这我。哟。恭喜2位啊，成功进喜。第3个是小胖胖。Come on。哎，不行。沈先生，我申请明天早上空腹再来一管，我可能血稠。曹兄，你是不是血脂太高了？去。这不行了吗？哎，这位新人。烟红纱。哦，盐2个火，小火活着。哇。这图案怎么这么熟悉啊？3级斗狗图是不是？这没文化真可怕。这是3只鸟，有冠3尾的是凤，无冠2尾的是凰，剩下的那个是鸾。古书有记载：色5彩，形
司臣者。哦，鸡也。那不还是鸡吗？它是像，但不是。那这都基本成型了，我的血应该没用了吧？抽都抽了，你试一下吧。小口袋的。哎，你们琢磨一下啊，咱之前一直以为水影上那是一个木架子上站了仨鸡，可能实际上不是。那木架子说不定就是新捡，那仨鸡就是神先生说那个凤凰鸾。出水影了！我得去。这怎么着火了？怎么又是狗啊？第一幅水影也是狗，这狗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他身上的衣服像是100多年前的样式，还有这里，这种建筑形制也都是100多年前的风格。这2个水影似乎在讲一件很久远的事儿，但和我们现在应该没什么关系。木棍，娉婷，通过实验，我觉得你们5人谁血型跟娉婷相符，然后我们想办法输到娉婷体内，应该能把心结给逼出来。娉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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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娉婷。娉婷，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木代，你赶紧买新手机啊！回头咱们建个群，群名我都想好了，凤凰小分队，怎么样？走吧。这富婆取个这么土的名，真对不起她那钱。走了，张叔，张叔，我们下次再来。下次来，好。张叔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。那行，你赶紧干活吧啊！叔，这把我续对了吧？回来了。张叔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上楼歇一会儿，等会儿再下来帮忙。没想到啊，去趟合浦，你们还能碰到一块儿。是啊，是我多想了还是怎么着啊？莫代这次回来感觉兴致不高嘛？啊？张叔，木代以前会突然忘事儿吗？就比方说，他突然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就突然忘记了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啊，没有吧？有啊，一旦喝多了撒起酒疯来，那是天下大乱，一塌糊涂。不是，但是酒一醒啊，他就把什么都忘了。所以你最好别让他喝多了，免得你看见他出洋相。
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上回您老也是这么说的，说什么您儿子会带着钱回来。好家伙，哎，躺在骨灰盒里回来了。咱是体恤您丧子之痛，可没有在这葬礼上要钱吧？那您老可不能给脸不要脸吧？这还有房呢。我知道您还有房子，所以一直对您这么客气。但是您儿子赌这么大，欠那么多钱，这押上房子也不够啊。是不够啊，但你没想到，难道我老袁家就不会有几块压箱底的石头吗？好，就等您老这句话。您要是肯拿出来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半个月内必然2清。不过您老前几回放的话可都没有兑现呢，我这个心里实在是没有底。按规矩，这个我可就拿走了。走。冷泉，这地方我怎么看起来它有点耳熟呢？看起来耳熟。娉婷刚被新简寄生的时候，哼的就是冷泉一带的小调。就是看起来耳熟，我就耳熟。行，你说啥是啥。我最早记录的关于新简的故事，全是在冷泉一带搜集的。我们研究新简，冷泉是绕不开的一站，所以我最近呢又把当地的资料认真的研究了一下。这些呢就是冷泉的壁画，你们仔细看一下，认真看一下，这种绘画风格，曲里拐弯之间，是不是和《水影》里面的凤凰鸾鸟非常相似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要是硬这么说呢，我附和你是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，实践出真知，我觉得呢是时候到冷泉去一趟了。不是，是谁这么认为的？哪儿就走吧。我看完了，您不要紧的。叮嘱你们一句啊，这段时间一定多加小心，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单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小心点儿。谁知道新简还有几分呢？你留着吃。啥？哎，对了，这段时间相互之间小手手牵好啊。神神叨叨的，怪吓人呢。怎么样，木呆？你有没有在看我啊？你这次来我们家，是不是不光是为了领工资？是不是因为你那双重人格的事儿？哎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双重人格，你那就是惊吓过度，然后断片了而已。那我就那么不惊吓，你们都没事，就我断片。那就算你是双重人格，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呀。他当时又没害你，而且他还带你脱离了危险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吗？我现在是觉得还好跟罗仁没成，要不他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娉婷啊，罗仁，我感觉他还是有点问题的，好多了。是好的，不吃人了。罗哥，刚说哪儿了？你跟郑国要开饭庄，小点声啊！这么多人呢。正是。嘿，好，好啊。怎么好了呢？
们这儿欢迎投资嘛，我想入股。我考虑考虑。空手套白狼啊！瞧，我是那样的人嘛。没钱归没钱，我有珠子呀。珍珠？哎，之前没在意啊，这里头还不少呢。那肯定啊，你也不看看那蚌壳有多大，肯定有珍珠。哎，到时候我托人收，咱们几个一人一个，肯定够分。咱都有珠子，珍珠，哎，咱都能一块入股。罗哥，我在这儿干啊，应当感恩。但是你说一宿一宿的，人都喊服务员，我说哎，那也不叫事儿啊。我要当了股东，人家喊董事长，我说哎，那什么心头？服务员，哎。哎，咋了？你不觉得曹胖胖很励志吗？励志？他呀，他兜儿比脸都干净，那珍珠能换几个钱呀？他就要入股，这叫励志吗？这叫做梦。就当是梦吧，起码他敢做梦。以前我觉得他那些梦想都是随便说说，但我没想到他真的在坚持。你看啊，说不做混子就真的不做，说要学武就真的拜师，说要赚钱就四处打工。你不觉得挺让人佩服的吗？会服的。我知道过去的事情就像泥潭一样，拖着你，拽着你。但是我觉得，只要你往前走，就会不一样。行了，你有空啊，在这儿跟我灌鸡汤，你还不如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呢。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从窦老棒回来之后，你跟小老板娘就怪怪的，不是吗？来，听听。送你啊！得罪了人，就放低姿态，送送礼物，说说好话，有那么难吗？用力点。我现在准备去看店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让郑伯后期跟您联系。好。得罪了人，就放低姿态，送送礼物，说说好话。这个叫合欢金，上面就着一男一女，寓意成双成对，幸福美满。
这个人怎么没有脸啊？怪吓人的。因为这个呢，是古时候未出阁的女子给自己做的肚兜，做的时候不知道男方长相，所以面目留白。等大婚之后看见男方长相了，才会补修眉眼。你可以买这个送给你的女朋友啊，让她帮你补修眉眼。不过，你要是单身，那就算了。算了，玉玉不太好，盲婚哑嫁的，婚前连长相都看不出来，挺悲惨的。你喜欢这个啊？也不是。那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我家镇店的宝贝？镇店。连书。罗刃。果然是镇店之宝啊，这价格真不便宜。这一双叫净鞋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挂铃铛吗？为了好听。不对，它挂铃铛是为了提醒女子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仪态，只有步子稳到不让铃铛发出声音，才叫真正的女子仪态。这一双叫步步生莲，走路的时候脚步起落，粉就会落下来，鞋底镂空的这朵莲花便会清楚地印在地上。走一步，便是一朵莲花。2双18万8。是1双。不过，即便有人肯出这个价格，我也不一定会卖。要等有缘人赏识。有缘的变态吗？应该是有缘的恋物怪癖者。那些研究民俗的专家除外。林小姐，你是个女人，居然对这种东西能够夸出来，这不就是古时候加在女人身上的脚镣吗？居然还像宝贝一样供起来，我看这种东西就该躺在棺材板里。罗先生，我看你是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没有。是，早就感觉到你想赶我走了，不用送了。罗人，10万火急，速回罗宅。咱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对吗？这能难得倒我们吗？这小小的餐饮还我手拿本掐，只要我们群策群力，不遗余力，业界翘楚一定是咱。行啊，尽点力。我支持我曹叔的梦想啊！来，我们的梦想是不是？行。第2个重要的一点，快坐，股东大会，10万火急，这着急挣钱啊！1秒钟几10万上架，快！第2项啊，咱来个名字，我这个抛砖引玉啊，说，凤舞9天。哎呦我天，太土了，我爷爷都不这么起名，真的。那我觉得这名还真不错哈，是吧，曹兄？你难得支持我，要不叫凤凰楼吧？
我们是凤凰小分队。行，我觉得这个行，我喜欢这名字。那我听我师傅的。那我也听徐老板娘的。行，凤凰楼挺好。行，那咱名字就这么有了啊！那就祝我们凤凰楼开业大吉！开业大吉！开业大吉！还有，祝我和木代这次大行动拿到成功。好嘞。虾肉。这碗都在这儿了啊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对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这一趟接的是严老头的活。对，这一趟给我加钱了5万起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干完活没看见。他要开私藏的宝井，最近很缺钱吗？没有吧？他家大业大的，怎么会缺钱呢？严老头是老派的财宝人，他私藏的宝贝都是用来救急救命用的。他突然要开宝井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吧？他好像是要给红纱积累点家当。我猜想啊，是他人老了，儿子又突然死了，想给红纱急着做交代吧。干嘛干活呢？小鸡猪你什么玩意儿？那具体地点在哪儿啊？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严老头，我真服了他了。他告诉我在南岭，那南岭是什么地方？横跨好几个省呢。我问他，你总得给我点具体的交代吧？那位置得告诉我吧？你猜他说什么？具体位置不能说啊，这是财宝的规矩啊。那红纱帮忙，他也没透露出来什么位置。最后说叫浦寨一带，再问就问不出来了。我告诉就算了，一开始还拿南岭忽悠你。南岭浦寨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。就是嘛。严老头这人挺没意思。哎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是红纱再三跟我道歉说，对不起啊，木代，我爷爷就是这样的脾气，故弄玄虚的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我猜想，哎，他可能真的是注重规矩吧？你说是吧？木代，哎，我妈妈头绳呢？那我去找红纱要一下。执行完任务抓紧回来，后面剪彩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事儿等着忙呢。行，等我回来就开业。哎，森森，人都要走了，托付两句。我跟他有什么好托付的呀？合作愉快。这一块儿发财，注意团结。是。还有，把你的手机改成自动发送定位，1小时1次，这样我能随时知道你的位置。送你的礼物，拿着。礼物？上次你那把刀救我，给弄丢了，我有钱了，还你把新的。谢谢你。罗刃，脸书，怎么？没想到跟你打招呼啊？不打不相识嘛。这糕点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好，我是连叔，猎头连烟店的老板娘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木代。昨天罗刃来我店里挑东西，我们聊了很久。干嘛？他的品味还蛮特别的，所以我想他的朋友们应该都是群有意思的人。啊，是的，他的朋友有空来我店里坐坐，请大家喝茶。那个我们也要开店了，回头常穿我啊。好啊。好。差不多了吧？木代，
关门，关门。谢谢。照顾好自己啊，草木马。再见。才懂当明星学武功，我生来不普通。哎，哎，曹兄，曹兄，哎呦，闪着我了，怎么了？你刚听见打雷了吗？打雷？没有啊。幻听了吧你？又出现幻象了，难道还有新的信件？13000又看到幻象了，说明还有新的信件。神棍说不让我们落单，你和红纱要互相照应。大雨、深山、村子，指向有点不明了。接下来咱们会陆续看到幻象吧？差不多。那边有什么情况，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别提了，红纱的手机都被他爷爷给没收了，说是规矩。我是个外人，他不好直接管我，但是我也不能太放肆。我手机都静音了，电话都是偷偷打的。那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一条山道上。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吗？他老人家嘴严，我也不好硬撬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你改一下自动定位的发送频次，从现在开始改为半小时一次。从你这个定位来看，无论从哪儿走都是大山。进了山里信号不好，定位也不准。这样，你如果发现路标了，就拍张照给我，算是双保险。嗯，明白。木代，保持联系，务必小心。